地下停车场里，一个大叔正躺在车内欣赏音乐，紧接着他拿着塑料袋走下车，身后8名埋伏好的杀手突然冲出，他们一起对大叔开枪，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落在大叔身上，这群杀手甚至连宠物狗都没有放过。开完枪的几人扬长而去，大叔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在手术过程中，他的身体里被取出了22颗子弹。躺在手术台上，大叔回忆起了往昔。那一年，大叔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，在监狱里，他结识了整个黑道的教父。教父年轻的时候犯了不少错，老了的时候被抓进了监狱。他对大叔的唯一劝告就是千万不要加入黑帮，否则会万劫不复。从那一刻起，老教父成为了大叔内心的支柱。而后大叔出狱，果然弃暗投明，做起了一名修车工。可出狱后不久，老教父就被人杀害，杀害他的正是新上任的教父。大叔怒火冲天，他纠结了2个兄弟，老二和老三，三人歃血为盟，决定一起去找新教父复仇。大叔出手果断，直接击毙了新教父和他的手下。这一战也帮大叔打响了在黑道的名声，大叔也一路往上爬，成为黑道中赫赫有名的老大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年老的大叔渐渐对打打杀杀的生活感到了厌倦。虽然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，但大叔却选择了激流勇退。他将黑帮生意交给了老二和老三，重新分配了黑势力，之后和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。可没想到安稳日子没几天，大叔遭到了暗杀，所幸22颗子弹没有打中要害。手术后的大叔侥幸活了下来。知道大叔没死，对方又派出了一名杀手，杀手假扮成医生潜入了医院，对着大叔的病床连开数枪。然而大叔早已经被手下转移了病房，不仅有手下贴身看守，还有负责此案件的女警24小时监视。杀手扑了个空，女警劝大叔和警方合作，不然这样的暗杀永远不会停止。可大叔却有着自己的主意，他打算亲自找那些杀手复仇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的。第二天，老二带着大批手下赶到医院来看望大叔，看守的警察很识趣的让道。老二递给大叔一张守护神的照片，提醒大叔警察在监视着他。大叔得到了提示，他每次和手下聊天都将声音开到最大，掩人耳目。没过几天，好朋友马丁告诉大叔，他们找到了其中一名杀手。大叔趁着警察不备离开了医院，女警在后面穷追不舍，可还是跟丢了。马丁带着大叔一路来到一处废弃的仓库，这个杀手被扒了个精光。看到气势汹汹赶来的大叔之后，他吓尿了，是真的尿了，因为杀手知道大叔的手段。大叔安抚杀手，告诉他只要说出实情就会放他一马。此话一出，杀手立马交代了一切。原来之前暗杀大叔的人都是老二派来的。大叔不喜欢毒品生意，并深恶痛绝，可老二却认为毒品的利润非常丰厚，前途无量。老二很清楚，如果大叔知道他沾染毒品生意的话，绝对不会放过他，所以老二选择先下手为强。听完这一切后，大叔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杀自己的人居然是昔日出生入死的兄弟。手下询问要不要将杀手处理掉，可大叔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他按照约定放走了杀手。手下觉得老二既然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也不必留面子了，是时候开战了。但大叔却不这么想，他贪图眼前的宁静，不愿意对老二撕开脸面，于是选择息事宁人，重新回归了家庭。大叔虽然爱好和平，可老二不是。大叔的手下被老二的人抓住，活活打死，被肢解，然后寄到大叔家里，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。在手下的葬礼上，手下的家人们泣不成声，大叔深感自责。虽然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内心已经怒火滔天。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。大叔左手持枪，右手捏雷，一个人冲进了杀手们的聚会。刚才的欢声笑语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杀手们按照大叔的要求，乖乖地把枪丢进面前的桶里，然后让服务员丢进了鱼缸里。大叔冷酷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都会死一个人，一个接一个，直到桌上的7人全部死亡，他才会收手，并让杀手头目转告老二，他的末日也即将到来。话音刚落，大叔开了2枪，一枪头，一枪心脏，那人当场死亡。大叔这才潇洒地离开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场猎杀的开始。第二天，一个胖子来到儿子的墓前告别，大叔已经下了必杀令，他想在死前再看看儿子。此时大叔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胖子还试图做最后的挣扎，声称大叔以前的规矩就是不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。大叔说的确如此，不过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今天开始规矩改了。说完，大叔开了2枪，子弹精准命中胖子的心脏和脑袋，胖子一命呜呼。第3个是个地中海，他推着母亲散步，这时大叔出现，2枪结果了他，没有伤及他无辜的母亲。
杀手相继有死讯传出，搞得老二十分紧张，派人去大叔的家中打砸抢烧。好友马丁在看到这一幕后，立刻动身，直奔大叔的海边小屋，准备告诉他情况。不料被老二的人跟踪到了这里。警觉的大叔意识到，这肯定不是一场简单的清洗行动。果然，老二的杀手团出现了。为了不让马丁受牵连，大叔递给马丁一把手枪防身，并让他立刻乘快艇离开这里，自己则躲在屋内和杀手们周旋。马丁戴着皮手套接过，枪林弹雨中，大叔势单力薄，无法突围。最后骑上一辆摩托车，硬是冲出一条血路。杀手们在后面穷追不舍，大叔凭借高超的车技和对地形的熟悉摆脱了对方，最后故意撞向一辆正在执行任务的警车，终于躲过一劫。警局里，女警指控大叔杀了人，头和心脏各中一枪，但是大叔一口否决。女警苦于没有证据，只能作罢。不过女警官还是告诉了大叔一条线索。经过对停车场的调查取证，墙上明显留有5颗子弹的弹孔，说明有人故意打偏，不想让他死，这让大叔陷入了疑惑，显然和自己的调查有出入。大叔要杀的第4个人是个西装男，在看到大叔的时候，西装男第一时间想跑，大叔一枪直接打断了他的右脚。西装男嘴硬，大叔又是一枪，这下子西装男怕了，他赶紧将一切的事情全部抖了出来。那天参与暗杀行动的人一共有8个，但他并不知道第8个人是谁。为了取得大叔的信任，西装男主动拷贝了老二的贩毒资料交给大叔。这时负责和西装男接头的杀手赶了回来，他察觉到了不对，车内的狗叫声吸引了大叔的注意力，两人展开枪战。但杀手毕竟还是太弱，枪法完全不如大叔，仅仅一个照面就被大叔打伤，杀手一命呜呼。但大叔一转头却发现西装男不见了踪影，大叔顺着血迹找去，西装男苦苦哀求，他哭着求大叔放过自己，表示自己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要养，还拿起手边的娃娃说这是他女儿的玩具。看到对方这副模样，大叔动了恻隐之心，谁知大叔从玩具里面找到了藏匿的毒品，谎言不攻自破。大叔没有任何的迟疑，开枪解决了对方。老二收到消息后，带人赶到了毒品工厂，他发现了西装男的尸体，而大叔却早已经离开。气急败坏的老二打砸着桌上的毒品泄愤，他对手下发出了死命令，找到大叔，杀光他所有的家里人。与此同时，一对新婚夫妻离开了婚礼现场，准备前往新房。途中车辆被挡住了，新郎下车理论，对方直接开了2枪，一枪头，一枪心脏，新娘吓得半死，新婚当晚就成了寡妇。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！只见对方将手枪扔在尸体旁，驱车迅速离开。新郎倒在地上，他是第6个。但经过警方化验，在枪上赫然发现了大叔的指纹，这让女警很是不解。没有人会这么傻，杀完人后把作案证据留在案发现场，这显然不是大叔的行事风格，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尽管女警据理力争，但上司却一意孤行，坚持下令抓捕大叔。大叔的复仇还在继续，可他的家里人却遭了殃，他的一儿一女全部被老二的人掳走。晚上，女儿伤痕累累的被放了回来，他传达了老二的话语，要是大叔不投降的话，就杀了他的儿子。大叔得知了此事，他主动找到女警，希望对方配合他演一出戏，让女警先对外称自己已经落网，让老二放松警惕，接着再放自己离开，让自己去救儿子回来。等办完这一切之后，他会去警局自首，结束这一切。女警也有一个儿子，她十分理解大叔现在的心情，答应了下来。老二在电视上看到了大叔被捕的消息，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放过大叔的儿子，他要让得知儿子死讯的大叔永远的活在愧疚和折磨中。于是下令让杀手头目杀掉小孩。杀手头目安排手下立刻杀了小孩，但良心发现的手下实在不忍心对一个孩子下手，反倒一哥趁其不备打倒了杀手头目。刚准备解救孩子，杀手头目突然从后面冲出，一刀刺进手下的后背。刚才就应该补一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杀手头目将手下的尸体和孩子一起塞进了后备箱。另一边，大叔经过一番打听，终于得知儿子被藏匿的地点。穿过重重铁丝网的封锁之后，正好撞见杀手头目正在驱车离开。大叔一把扑到了挡风玻璃上，硬生生地逼停了车子。可杀手头目怎么可能是大叔的对手？被一番凌虐之后，大叔果断解决了他的性命。他是第7个，大叔救下了自己的儿子。自此，除了第8个不知道以外，7个杀手全都被大叔干掉。最后该找老二算账了。大叔单枪匹马地闯进了老二的豪宅。大叔质问老二为什么做事这么绝，老二却觉得大叔始终自命清高，高人一等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我们都杀过人，凭什么你就可以高高挂起，安享晚年？老二表示自己早就受够了大叔。听到这里，大叔也不准备留老二的性命了，
正要开枪时，老二突然反抗，将大叔按倒在桌子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批警察赶到了现场。原来之前大叔早就事先将拷贝的毒品资料交给了老三，老三又交给了警察。得到资料的警方证据确凿，逮捕了老二。在女警的斡旋下，大叔被无罪释放。老友马丁迎接了大叔，大叔就让马丁开车去往当天暗杀的地下停车场。对于谁是第8个杀手，大叔似乎有了答案。到达后，大叔拿枪指着马丁，询问他是不是参加那天的暗杀。马丁跪在地上求饶，承认了自己就是第8个人，可这都是逼不得已。老二拿他家人的性命相威胁，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杀的人就是大叔。在知道大叔就是暗杀目标之后，他故意打偏了子弹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想要杀大叔。面对多年的老友，大叔朝地面连开5枪，说扯平了。2个人拥抱在一起，冰释前嫌。之后的大叔彻底的金盆洗手，选择和家里人一起度过余生。现在的他彻底想明白了老教父的那句话，千万不要加入黑帮，否则会万劫不复。手上一旦沾染鲜血，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头了。这部法国电影《不朽》是根据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雅克贝特的一起真实事件改编。现在看完电影，总给人一种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既视感，即这个杀手依旧不太冷。也许正如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，那叫一个不朽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